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一个瑞元实业出品的67瓦的氮化镓3口充电器，上一期的评测视频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充电器文波表现优秀，中功率温度表现也是比较优秀的。唯一就是这个在满功率输出的时候，也就是跟笔记本充电的时候，长时间的拉它的满功率的话，这个温度就会表现得很高。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把这个充电器拆解开，我们来看看这个内部的用料的情况。拆解之前，我们先来测试它的3口功率分配的情况。多口分配测试的话，我们拿2个酷耐克的充电宝过来，我们来试一下它的 C1 口加 C2 口它的功率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C1 口的大功率， C1 口启动的是67瓦，真实功率的话在61瓦左右。然后我们接上 Type C 2口， C1 口不会断流的， C2 口的话就是 PD 20瓦功率， Type C 1口的话就是 PD 45瓦的功率，两个一起用的话总功率65瓦。 C2 口加 C1 口的情况，我们先插上 C2 口， C2 口最大功率启动了 PD 67瓦，实际功率61瓦左右。我们再接上 Type C 1口， C2 口会断流，重新分配功率， C2 口就变成了 PD 20瓦，这边的话就是 PD 45瓦。 C1 口跟 C2 口同时用的时候走的就是45加20的规则，总功率65瓦。现在来测试 Type C 1口加 USB A 口的情况。Type C 1口我们启动最大的功率，然后我们插上 USB A 口。Type C 1口不会断流，它会变成 PD 45瓦的功率，然后 USB A 口就是20瓦的功率，同时用总功率就是65瓦。Type C 2口加 USB A 口的情况。Type C 2口我们启动最大的功率，我们再接上 USB A 口，它会断流，重新分配功率， Type C 2口就变成了5伏的基础功率啊，这边也是5伏的基础功率。 Type C 2口加 USB A 口总功率20瓦，两个都是基础功率。3口同时用的时候，现在是45瓦加20瓦，也就是总功率65瓦。我们再接上一部手机，我们在 USB A 口我们随便接上一个设备，看看这2个充电口它会不会断流。我们接上一个仪表， C2 口它会断流，重新分配功率，变成了5伏的基础功率，然后这边输出的话也是5伏。这个充电器3个口同时用的时候， Type C 1口是大功率， Type C 2口和3口都是基础功率。刚刚尝试了一下，想从这里把它撬开，结果还是撬不动。我们用切割机把这里把它切开，切的差不多了，我们直接把它撬开。这就是插头部分，这是主板部分。220伏是通过这个卡座把这个主板这里卡住，用钳子把主板拔出来。这一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一个铜质的散热片，上面贴有散热硅脂，内部还有黑色的麦蜡片进行绝缘处理。拆解是有风险的，请大家不要轻易的模仿。我们先对高压电容进行放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是由3片主板构成的，初级小板，这是次级的输出小板，然后这一个是它的主板部分，这就是咱们清理下来的里面的散热硅胶。这就是我拆解下来的这个充电器的3片主板，这一边是初级的输入端，这是主板，然后这边是次级的输出端。我们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输入端小板是卡在这个钢片上面，这是220伏的弹簧触片，这一部分为吸磁的金属材料，插头部分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折叠插脚通过这个塑料的盖板，通过2颗螺丝进行固定。输入端的一颗黑色方块形保险丝，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研发、生产、销售过流保护元器件的制造商东莞市成润电子。这是成润电子 SET 系列塑封方形保险丝系列，规格是 3.15 安，耐压250伏。保险丝旁边一颗黄色的安规 X2 电容，品牌来自深圳宏卓远电子，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没有官网。这个电容的规格是 0.1 微法，耐压310伏。
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供膜电感，内部磁芯为绿色，用气包线和绝缘线两种线材进行扰制，用来滤除220伏交流电内部的 EMI 杂波。负责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直流电的一颗整流桥，它的适应型号 TBM810，来自成立于2007年以功率半导体器件为产业基础的重庆平伟电子。这颗整流桥的规格是8安耐压1000伏，4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家专业铝电容、电解电容、固态电容制造及销售的公司湖南益阳万金源电子。这4颗电容的规格是27微法，耐压400伏，属于万金源电子 WH 系列氮化镓充电器专用标准电容。这一个是滤波用的一个电感器，外部用热收管套住进行保护，内部黑色磁芯用气包线的铜丝进行扰制。这一颗小的电容为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来自深圳中天电容，这家公司没有官网也没有资料。电容的规格是 4.7 微法，耐压100伏。这颗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主控芯片，它的适应型号是 MKPD01CDG， 来自成立于2017年一家专业的高性能模拟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销售的公司深圳茂瑞新科技。这是一颗专为 PD 快充应用所优化的氮化镓和风芯片，芯片支持9至85伏的工作电压，不需要额外的供电绕组和降压电路。内部集成650伏耐压165毫欧氮化镓开关管，采用自适应多模式控制，提升转换效率。集成的全面保护功能，支持输出过压保护、过功率保护、VCC 过压保护、同步整流管短路保护和电流取样电阻短路保护。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变压器背面这里2块隔离片用于初级、次级进行隔离。这2根引线为变压器的次级电流输出端，这一边是初级的电流扰组。这一颗是用于输出抗干扰的一颗贴片式陶瓷 Y 电容，来自成立于2014年专注于被动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四川特瑞祥科技。这一颗 Y 电容的适应型号 Y1102M， 规格是1000匹法，耐压400伏。横跨于初级、次级之间，负责调节反馈电压的光电耦合器，适应型号 OR1008， 来自成立于2008年专业从事光电耦合器及其发射接收芯片研发、生产、销售的公司深圳奥伦德元器件。这一部分电路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电路，由2路降压电路为这3个充电口进行降压输出。Type-C 一口为单独的1路降压电路， Type-C 2口和 USB-A 口共用1路降压电路。次级滤波固态电容2颗，规格是330微法和680微法，耐压都是25伏。电容上面的厂家适应 YR， 应该是云瑞电子，但是咱们不知道是深圳的云瑞电子还是贵州的云瑞电子。这一颗6角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同步整流芯片，它的适应型号91808，跟主控芯片一样，来自深圳的茂瑞新科技。这是一颗紧凑的适用于反击拓扑的同步整流控制器，兼容 CCM、DCM 以及 QR 工作模式，极简的外围电路配置，无需辅助绕组供电，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开通及关灯机制，可以最大化外区 MOSFET 的导通时间，以获得尽可能的高效率，并且自主检测 DCM 正零，防止误开通。这一颗次级同步整流开关管，适应型号 008N10MC，来自成立于2012年，始终聚焦功率器件研发与应用技术研究的公司深圳微兆半导体。这颗 NMOS 的规格是耐压100伏，内部的导组6毫欧。2路降压电路的2次滤波固态电容，规格都是100微法，耐压25伏。厂家的适应都是 YR， 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是贵州的云瑞电子还是深圳的云瑞电子。这2颗电感就是2路电路用的降压电感，内部的磁芯为黑色，用气包线的铜丝进行扰制，外部有热收管套住进行保护。2路降压电路一共4颗 NMOS 开关管，1路用2颗。这4颗 NMOS 的规格都是一样的，适应型号 3618BE， 一样的来自深圳微兆半导体，它们的规格都是耐压30伏，内部的导组 5.2 毫欧。充电器的降压及 USB 协议芯片，适应型号 SW3536， 2路电路用的都是一样的规格。 Type-C 一口用1颗 SW3536， Type-C 2口和 USB-A 口共用1颗 SW3536。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数模混合芯片设计的企业珠海智融科技。
这是一款高集成度的多快充协议双口充电芯片，支持 A+C 双口快充输出，支持双口独立线流，内部集成了7安高效率的同步降压变换器，支持多种丰富的主流快充协议，最大支持140瓦功率输出，集成 CC、CV 模式，双口逻辑以及双芯片动态功率分配，外围元件精简，是一颗完整的高性能多快充协议双口充电解决方案。充电器的降压级协议芯片旁边的这个地方有一颗 MCU 芯片，这一颗芯片是用于充电器功率自动分配的 MCU 芯片，上面的丝印被打磨了，具体的品牌咱们就不知道了。3个充电口共用一个输出 V-Bus 开关管，它的丝印型号是 3622D1， 一样的来自深圳微兆半导体，规格是耐压30伏，内部的导阻10毫欧。这里有一颗 R2005 为 Type-C 1口的电流取样电阻，这边有2颗 R005 为 Type-C 2口和 USB-A 口的电流取样电阻。这个是充电器 Type-C 口的连接器，内部舌片为黑色，内部的做工细节光滑细腻，没有毛刺。这是 USB-A 口的连接器，舌片的做工也是非常好的。这是充电器的前盖壳体，上面没有 PC 阻燃的材料的标识。充电器的主壳体内部也没有看到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我们视频的最后做燃烧测试。这个瑞源实业67瓦的氮化镓充电器，经过我们测拆，它的文波表现优秀，温度表现的话，应付手机充电是没有问题的。应付持续的大功率输出笔记本充电的话，这个温度有一点高。内部的用料的话，中规中矩。猫瑞星的主控加整流，性价比很高。智融协议的方案也是不错的。喜欢咱们频道的朋友们，关注起来，别忘了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